有外媒通过搜索公开资讯就认为继075两栖攻击舰之后呢，中国076型两栖攻击舰正在加紧研制，而076型比美国最新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还要厉害，将装备电磁弹射器，那战力世界最强。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有一些外媒呢，他们十分关注我们中国军工的发展，他们也会成立一些专项有这么一些人呢，专门搜集各种公开的资料和资讯。你比如说，通过各种新闻通过各种网络消息通过刊物特别是学术工程一类的这些公开的刊物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把它汇总起来搜集，然后进行评估和进行分析。那最近呢，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料，就是我们中国有一本学术刊物工程技术的学术刊物，叫做《船海工程》，这个是在武汉那边的。这个创刊比较早了，1972年创刊的吧，当时叫做武汉造船，后来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这个具体时间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在这个时候20来年前交给了这个湖北科协来去主管，就改名成了这个《船海工程》这个刊物。这个刊物呢，主要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工程期刊，当然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刊物了在这个刊物的2022年的某一期上面有这么一篇文章，就是舰船甲板安全评估，就是这个主要是讲这个防火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谈了一个甲板这个防火甲板的水成膜、泡沫喷头这个设置该去怎么设置，就是怎么搞这个甲板的消防。这个外媒就对这篇文章这个仔细研究了一下，因为这篇文章呢相对来讲它还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基础工程研究方面的一个文章嘛，所以外媒就发现通过这个文章中给出的一些这个模型来说呢，他们就发现所谓这个甲板是一个挺大的甲板，它居然有252米乘以45米长，而且在上面呢还有两个所谓的大的这个障碍物因为它不是要在甲板上铺这些喷头嘛，那不能铺喷头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有这么2大块地方，这2块地方呢很像是2个舰桥。通过这篇文章就推测这可能就是我们的076型的两栖攻击舰他们得出的结论有那么几点。第一呢，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它是肯定比航母小了，但你普通的船你也用不到这么大一个甲板嘛，所以它肯定就是两栖攻击舰，而且是076型的嘛，而且通过这个甲板去推测，这个甲板好大那这个船的排水量可能要到4到5万吨之间。第二一点呢，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信息来看它现在采用的是通直的甲板，而且是双舰桥。那双舰桥一个就是航海舰桥，另一个就是航空舰桥了嘛。那因此呢，上面应该有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舰载飞机。第三呢，外媒就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像 F-35B 这个陆战队型的这种垂直或者短距起降的这个战斗机，所以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它变成这个斜角甲板，就像这个航母一样，然后呢安上这个电磁弹射器。那这么一来呢，就可以弹射这个固定翼的舰载机，包括无人机。而且未来呢，中国肯定会这个5代舰载机，就是外媒认为的叫歼35T， 就是弹射型的，要上舰之后，那要是配上这个076，那这个威力就不得了了。外媒还认为现在的075型呢，它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需求，特别是在两栖作战的时候，由于不能搭载固定翼的战斗机，所以这个火力支援它不足。因此呢，中国一定会在未来考虑在上面搭载固定翼的战斗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076型两攻那时候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两栖攻击舰。那我们看外媒对这些事情看样子是非常的关注，他的分析呢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他通过这种公开的资讯进行分析、进行判断呢，这是一个通常用的手法第二呢，我们来看他这个说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就是076或者076就是这个样子，那准不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况且这篇文章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基础工程的一个学术性的文章，它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工程应用的一个文章，它也不能说明现在就已经有这个工程上的进展了，它也更不能说明中国下一代的两栖攻击舰076是个什么样的样子。不过从
从这篇文章我们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对两栖攻击舰确实还有这方面的需求，特别是要加强各种舰载机的作战能力，这是我们的需求。